如呢，她不但是呢做我的配偶，能够跟我相依相偎的过这一辈子，在学佛的路上，她真的是我非常好的道侣，没有她，我的菩提的道业不会有成就的。林老师和玉如姐这看似美满长远的恋情，两人需要用一生的努力来弥补他们因一时的冲动所带给双方家人还有佛教的伤害。如今观众能一起来陪他们回忆这段往事，那希望大家能包容和祝福。那感谢各位，我们现在正片开始。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集的主题是林老师的太太玉如姐好，那相信呢有常听我们节目的人跟认识老师的人都知道说，林老师呢一直这么专心的讲佛学还有佛法，就是因为背后有一位支持他多年的太太，然后也就是我们节目中林老师常常提到的玉如姐。佛教都说同修了，同修道友，比较高雅比较庄严OK 原来还有这种说法对，那是林老师的同修道友对，那以前老师有创办菩提园的时候，也是常常有很多同学看到那个师母在忙进忙出，那为大家煮饭菜啊、接送啊、接驳车啊之类的，所以可想而知师母也是为林老师和为菩提园和为佛法尽心尽力这样子。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林老师聊聊，就是老师的同修玉如姐，聊一聊这个真实的这些过往的经验，这样子生活小点滴之类的。这一集呢，我们这个录影啊，要提到呢玉如，这可以说是豁出去了。为什么因为呢讲坏了晚上就没有饭吃了。然后我刚才有跟玉如姐讲说今天要录这一集真的我也是刚刚呢才跟他呢报备对，还是要经过他同意说真的他比较低调一点啦，是如果跟我比起来呢，我一生呢比较爱讲话，比较张扬，那可能呢比较爱出风头，也不一定的对对。那么呢谈到这个我跟玉如呢这个能够呢这个结缘呢也超过50年，那么这中间要感谢呢我孩子的妈妈，就老师的前妻。我们在前几集有提到，因为我跟我的前妻一直到现在都保持得非常好的友谊的关系，但我们因为真正的是个性不合，现在世间上很多人离婚呢都会以这个个性不合来作为一种借口了。那跟我前妻呢确实是打架呢打了好几年，从婚前打到最后呢离婚。那么这中间呢，其实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人也晓得了，在像我岳母呢，她就一直反对，就是我的前岳母，她就反对我呢跟她女儿在一起。那么曾经呢请开正法师到正大来劝过我，那么呢我岳母本身还得给我下跪希望说我妹妹不要结婚。她的姐姐甚至于在订婚跟结婚的前夕都来呢劝我说呢，今天你呢撤销回心转意都还来得及。但是我那时候年轻呢，就是等于说呢不听人家的劝告，那么所以呢一直呢两个天天吵在一个家也是很不好。不过陈猛我的前妻，他就最后抛下一句话，他认为我呢个性比较冲，我也比较自私，贪嗔痴都没有断所以他呢就曾经告诉我，如果这世界上我真正能够找到一个跟我合得来的，跟我能够呢如鱼得水，能够呢这样子呢相处过一生的人，他愿意让贤。这句话呢我这个今天才这么说了那我非常感谢他，我也很感谢呢真正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出现对不对就是一如呢能够呢这个配合到50年。今年暑假我的前妻跟我的孩子他们都回来了，大家出去台北台中去旅行了。那么呢在车上呢，我前妻也是这样的称赞说呢，她非常的恭喜我。那么就是呢我真正能够找到呢一个真正能够适应我这样呢
脾气比较暴躁一点，个人呢这个主义呢就是呢大男人主义比较重的人呢这一点呢真的我呢也觉得自己呢非常的庆幸。这是在录这一集以前呢，我先呢提到呢这一段的往事。我跟玉如呢真正相处呢，不是跟认识，是在他17岁的时候。这么早？他来我们学校富华中学读初中1年级啊？因为他比较晚才入学。他呢，因为那时候他年轻的时候，小时候，因为他们有兄弟姐妹5个，那么呢，他看到爸爸呢，赚钱比较辛苦，所以他小学毕业就发誓，他不要升学了，他要去工作。是他选择的工作是针织。女工针织呢，就是去，就是很多的布片，你知道吗？把它呢裁缝啊，比如说这个裁缝起来变成一件衣服，或者变成一件裤子，把布缝起来。对，这样的叫做缝合啦。他去做这样的工作，从13岁一直做到呢做到他呢大概快30岁。20多岁去念书的时候还是有在做。对，念书的时候也是去做。但那13岁他就去做了。是。那可以这样，这一点来看起来，他算是一个孝顺的孩子，能够体谅到爸爸呢赚钱的辛苦。而且他这个人呢，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呢，他是一个不爱钱的人。怎么说？不会算钱的，因为他所赚的钱全部交给妈妈，自己身上没有留半毛。他不像我呢。还会呢存一点私房钱我不知道藏在我的鞋子吗？有吗？藏在我的天花板吗？我呢都有这样的一种说自己要留一点紧急之需。那他呢完全1毛呢他都没有保留的。那我现在讲一个小故事了。他结婚的时候，我妈还有他的阿姨，很多人呢都有给他金子，他的姐妹都有给他，应该算好几两。他呢在几年前的时候，不是我们这黄金都涨价吗？对。我就问他说，你的黄金可以拿去变卖也分给我一点点吧。他的回答竟然叫我大吃一惊。他说那个黄金因为他一直觉得放在家里会被小偷偷掉，所以他早就把它呢怎么样分送给他自己的侄女儿啦、外甥女儿啦，有没有？都给他分掉，分自己没有留半片。半分半钱都没有留，全部把它呢送出去了。所以呢，他真的身上呢没有半片黄金了。所以我像以前他们在送，就是人家送给他结婚了，我妈也送给他，他的阿姨，我的阿姨都有送给他，但呢现在呢都没有留。他呢，我的意思讲呢，他不是一个很爱钱的人呢。我不是说他笨，他呢就是说认为说呢。钱财身外物，我们不是常这样讲吗？他做的比我彻底、干净、利落。是这点我呢，说真的不得不服他，把黄金全部分掉了，厉害。他在我们学校念书，国1的时候有教他国文，我是代课而已啊，没有他真正的担任他的国文老师了。但我有注意到这个小女生，不是她长得漂亮，是她长得有一种味道。那种味道可能呢就会呢稍微吸引我的眼睛但我没有跟她说话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女生叫什么汝，因为她这个名字比较怪，3点水一个女孩子的女，但是我没有去记，一直到5年后她又继续升学，在我们学校念补校的商科啦的高中。5年后呢，我竟然的因缘的这个排列组合啦，刚好我当他们班上的导师。那个时候玉如姐是22岁，她17岁念国1，对，所以呢22岁的时候念高3。22岁念高3，我当他们的导师。那时候是夜校还是补校？补校还要有资格考的。夜间部不要有资格考，夜间部有学龄的限制。补校你多大？所以我班上有当阿嬷的，就有点在职专班。对，我班上就有7、8个年纪比我大的。那时候我30多岁，我来当玉如的这个导师。我当他导师的1年中间，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为什么？
因为他都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然后不讲话，他上课只会眼睛呢偷偷的望着我，偷偷吗？不是上课吗？真的还头还不太敢抬起来。好，那么一直到呢高中毕业了，他毕业的时候我还把他的名字叫错。OK， 最后就是班上说再见再见，有没有？我还得把他叫成我们班上另外有一个叫做谢东儒的，他是谢玉儒。他说谢东儒再见。他那时候才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我叫谢玉儒，不叫谢东儒。讲错，纠正。那就分开了，就是毕业了，也没留下什么很深的这个印象。是。那真正的引起我的注意，我跟他稍微呢接近的是什么呢？他爸爸因为年纪大了，他17岁才念国一嘛，所以父亲就给他找了一门很好的亲事，准备要订婚了。可是那个男生呢，他不喜欢。那个时候那个年代是不是女生还没有办法反抗？不是别人都是呢自由恋爱了，只有他是一个孝顺的孩子。然后是他呢就是不喜欢，他也不敢说。一直到人家要明天，比如说明天要来订婚了，他才慌张了。郭老师是他高3的数学老师，他竟然先跑去郭刚老师那边求救。他没有来我这个导师这里呢，你先到郭老师那边求救。居然就是把这个原委了这个故事跟他讲。那郭老师跟他讲说，那你应该去找你的导师林老师才对啊。他来，我是跟他讲说呢，可那时候不是毕业了吗？已经毕业了，已经毕业了。那时候我才跟他讲说，如果你不喜欢的话，那你就应该要起来 say no， 就说我不喜欢。他说这样爸爸妈妈不是会伤心吗？那我说呢，因为要结婚的是你，你要跟你要嫁的那个老公啊，要相处几十年呢，对不对？超过50年呢，有时候超过一甲子的不得了啊！所以在这样的情形，我说呢，你不要呢盲从，也不一定呢说为了迎合母亲、迎合父亲。结果你呢就呢自己傻乎乎的去嫁了，因为这样的关系呢，他回去就跟爸爸妈妈讲说，我们老师把我拖下水了。他说呢，我如果不喜欢的话，可以呢，起来呢拒绝。所以他爸呢就来找我了。老师那个时候你们都还没有交往？那还没有了，都还没有，只是一个老师跟学生这样。以后毕业1-2年了。对，他爸爸的讲，他说呢，他呢有点不高兴，他就跟我讲，他说你迫害了我女儿的婚事。哎呦，罪过这个罪名太重了。罪过大了。那个男生我也不认识，我只是一如，因为他先去找郭老师，对不对？那么郭老师才说你应该来找导师才对，那么呢，我才给他一个等于滑膜献策了。我说呢，应该起来反抗，就他就先 no， 他就不要就拒绝呢，他就不要了。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因为我知道玉如呢，他呢吃素，我知道他13岁呢信一贯道，我们在以前也提过。那么他为什么后来信佛教？因为跟我的关系，他有看过我的佛教的精神与特色，但因为在富华中学呢，就是呢好几版的这样的流通呢，所以他有看过，他的观念，他认为说呢，他算起来不是很聪明的，但是他在看佛理跟佛有缘，他认为说一贯道很多讲到佛教的部分，有没有？那都是出自于佛经啊，对不对？他认为说，既然这些道理都来自于佛经，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直接就是看佛典呢？我为什么不直接来信佛教呢？为什么还要转手于他人老母娘娘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所以后来我因为在高雄市有很多地方，比如高雄佛教堂，在那个弘法寺，我都有讲经，所以他呢就偷偷来听，所以我就发现。他就会这样听的中间呢，他慢慢的认为说呢，可能认为说我也很会讲佛教的道理吧，因为他信佛，他爱佛，所以到最后可能连我这个爱讲经的人也爱起来了，也不一定。我这样想了。OK，所以这样的因缘呢，我想起来也是，就是很难得了。
那到最后呢，他爸爸呢，就是因为是后来又过了3年了，就婚又给他又要找新的姻缘呢，那又逼说呢非嫁不可。哇哦，那么呢，那特别呢，他爸爸又来找我，他说这次希望我呢，不要那个不要插手，对对，不要插手，要劝女儿呢，就应该呢，嫁给那么好的，在他们看起来呢非常好的这样的婚姻呢，应该呢要嫁出去才对的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义儒比较有胆量的，竟然跟爸爸怎么讲？他说如果要我嫁我希望嫁像我们林老师那样的，我就嫁给他。哇，这个又害到我了，你知道吗？所以他爸爸呢，就对我更加有一点不谅解了。那弄到最后呢，怎么样子呢？我们2个呢私奔了。对啊，老师，你们什么时候交往的？为什么要突然私奔呢？因为在这私底下，他都有来听我讲经说法，这几年多多少少都有相处在一起。他是呢来跟我讨教，譬如说六祖坛经哪一句话不懂，为什么看山是山，对不对？学佛的时候，为什么学佛以后看山不是山？为什么呢？悟道以后看山还是山？这种道理，那我呢，就很有耐心的跟他讲。那我们班上的学生毕业以后，也常常呢跟着他一起来，这中间呢就交往了好几年了。那加上最重要的，我太太，我的前妻跟我讲的，如果你能够找到一个非常能够适应你的，对不对？这样的女生呢，她没有话说。所以到最后呢，她被逼急了。我呢，那时候我就跟她讲说，要不然我带你呢，到一个地方，你要不要去？她说好，天涯海角她都要跟我去。到了真的在飞机上的时候呢，她才问我说，林老师，我们要去哪里？不，天底下有这么傻的人那么所以我在想了人家以前我妈常讲一句话了，说三米人要对三米人吃饭拢注定好好啊，就谁要跟谁去吃饭，就是谁要跟谁在一起过一生他说这是中文讲的姻缘天注定了，可以这样讲的。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背上了很坏的这样的名声，这影响到我在佛教，我因为这样子，好几年中间学校的教职没了，就不能回到学校去教书了。那么呢，我在佛教界呢，就是恶名昭彰了。是因为反正我现在83岁了，我把我自己的秘密掏出来给大家看，有很多的现在正在弘法的青年朋友，或是呢出家人也罢，在家人也罢，就是要谨言慎行，也不要步上我的后尘因为我其实不一定要走上那样的绝路。老师，你的后悔是属于私奔这个，还是说是因为这样子影响到佛教的名誉？是说私奔这件事吗？对，可能也影响到义儒的前途。是对，又影响到呢我的前妻，我可以一辈子不结婚的因为这样种种的关系。虽然他呢到最后他曾经答应，他也非常潇洒，非常甘心的去盖了离婚的这个印章了。我孩子其实在我们开家庭会议说爸爸跟妈妈离婚好不好的时候，我请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也听着，我2个小孩都是举着双手，他们赞成爸爸跟妈妈离婚的，因为他们认为爸爸跟妈妈吵架吵了几百回合了。那么呢都是呢就是一种我现在想起来，可能我有点暴力倾向，我不一定。就是这一点呢，我是真的很过意不去的地方了。我这边是不是该问一点尖锐的问题？是，就是你也可以问。你跟玉茹姐在交往的时候还没离婚吗？是。是。那最后的时候，我有跟我的前妻商量，我说我已经找到了一个能够忍耐我的人，我认为我跟他在一起不会吵架的人。他呢，我前妻认为说真的吗？我说真的。我有带义儒跟我前妻呢见面，我前妻也有认可，他说这个人他看起来很温柔。你说还在婚姻年的时候，对，就带见面。但是那时候我跟我前妻差不多等于是分居了。那个时候已经分居了，可以这样讲了。只是对，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准备要移民美国了。那我前妻也跟我讲，我们移民美国，我不把我带去。为什么？
为什么？因为他认为他不要跟我一起生活。那老师你不能自己申请去吗？我不能，我没有名义啊。他是因为他姐姐了解所以他已经事先就跟我讲，你最后一个人住在台湾他们呢母子3个人要移民美国，他们在还没有去以前就已经等于抛弃了我了，所以可以这样讲啦。那是大家事先呢都讲好了。了解。老师很坦诚，真的是很坦诚。那老师，你带玉如姐去巴拉圭的时候，已经离婚了吗？那个时候还没有办还没有办，因为事情呢事出突然。老师，所以你是突然。对，但是我太太我也不跟他们报备。对，那个时候老师你说有跟他们报备？对，他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了，对。真的很奇妙的姻缘。老师，那你跟玉如姐去巴拉圭，我呢跟他去的时候，那早期也不晓得要去哪里。我跟他去美国、加拿大，有到过阿根廷，说这个私奔的过程吗？对，然后到巴拉圭、到巴西，像这样子的。原先是想在巴拉圭，后来我孩子呢给我打了一个长途电话，我在巴拉圭也住了1-2个月。是，他呢，孩子认为说他们要到美国去，还缺了一点钱。那么呢，希望我呢再怎么样子，所以我又赶回来了。我怕因为他们呢缺了一点钱不去了，因为他们去美国也比对我来讲，对遗嘱来讲也比较好。所以那时候我回来，那么呢又稍微张罗了一下，让他们到美国去也能够生活。我太太、我前妻他们跟孩子他们去美国，我并不是呢完全不理。遗嘱他就跟我讲，你要好好的照顾他们。遗嘱跟我一起赚钱，可以这样讲，能够让我的孩子他们能够在美国受大学的教育，能够念到像我女儿念到博士学位。没有遗嘱，我一个人我教文科了，我没有办法去负担他们在美国的生活。我给他们买过8部的车子。我们自己2个人的车子呢前后开了20年，没有钱换了。我给他们换了8部车子，因为他们在高中大学呢小孩子就要开车了。一直念到呢这个女儿呢念博士学位，我都有呢支援她。他们在美国的房子，他的头期款是我给他付的。我呢就是等于没有要回1毛或是半分钱，没有，就是归他们所有。所以呢这个都要他们也知道，我孩子他们知道要感谢易如，因为他是一个不爱钱的人，没有把钱看得非常的重，他认为我应该要善尽这样的责任，我们这辈子才能够心安理得的生活这一辈子。真的是很了不起。好，那讲回来，那老师和玉如姐从巴拉圭回来之后，我记得就创办了菩提园嘛。OK， 那回来以后呢，一时间没有职业，因为风评的关系。那么这个开正法师很慈悲，叫我写书，儿童丛书很多呢。是这样，他说你把那个每本书的大纲写好，我就付你5万块。5万块我可以呢活3个月。我不是讲过了吗？我要去以前我还有我有一间公寓，那间公寓呢就是怎么样子呢？开正法师怕我没有饭吃，有没有扛着米？那个叫他徒弟啊，跟他爬5楼啊，扛到5楼我住的地方呢，扛着米来给我啊，他怕我挨饿啊。天底下有这种师父啊，那真的。那么易如呢，他呢，我们回来以后，这个事情慢慢的公开了，那么遭受了很多人的指指点点。我在学校也不能立足，我在佛教界呢可身败名裂了。那么这中呢，我们都默默的承受，因为这些呢是我们自己去做的。我不是这样讲吗？我们对我们所遭受的一切不要怨天尤人，就这样子。老师，你当下也没有觉得别人讲那些风言风语，然后就是会去跟他们计较？但是我们一概不理，所以我们听到了，我们也不会生气。当下那个时候就不会有情绪，也不会生气吗？不会。这点呢，这点是易如有点委屈，也不一定。是但是呢，那时候我会安慰他。但是呢，怎么安慰？像星云法师，他就鼓励我。他本来要聘请我，就是等于是创办一个菩提园一样了那么呢，他希望我不要自暴自弃。那么开正法师也鼓励我言聚言灭，对不对？你也不要呢，怎么要
对佛教的信仰不要退转啊，度众生的那种悲愿也不要有所改变，这样子。所以是算是有点像靠师父的鼓励，还有对佛法的信念撑过去这样。还有我大舅舅，我妈第一次看到义儒，她就很喜欢，她就一直跟她讲说呢，你来当我的媳妇儿，我很喜欢。但是她对我的前妻也跟她这样讲，你帮我生了2个小孩你永远是我的媳妇儿。我妈不什么时候也变成那么会讲话，这点我倒是非常的这个惊讶，很会讲话，也很佩服，真的。那老师之后和玉如姐不是在经济就是现在这个最拮据、没有工作的状况下，然后还创办菩提院吗？对，这个是这样子。完了以后，他又回来，他又回去做他的针织，做他的女工人了，工人了，等于缝合了，他一样做这样的工作了。那我那个时候呢，就怎么样去当家教，我就在报纸里面的，还有透过我以前的同事去教人家作文，教国文家教。因为我在富华中学呢，从高1教到那个高3，也教了10几年，所以我很熟啊，在国文这个区块，在作文这个区块。我很熟这样子。那么呢，郭老师到最后把我引进了例行升高中补习班，这时候我就有比较稳定的收入了。我刚去的时候，我是教作文，那么台南南一书局因为这样请我写了一本作文的标杆，那就是每一个学生的一本就卖，还赚了不少的稿费。对，到后来呢，他这个补习班的老板，他就说，那你也来教国文吧。所以我就教初中的国文，初中国文我没有教过，我都教高中的。但是呢，既然高中会教了，所以初中也没有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后来一直教到例行补习班的升高中中心这个补习班它结束。那时候我的收入就会比较稳定一点了。可是金钱方面有一点收入了，精神方面有一点苦闷。为什么？因为我是一个爱孩子的人。看不到孩子。我对2个小孩非常的疼爱，就是说呢，从他们很小的时候，我就推着那个车子，娃娃车，从我们呢，就是前后在我们到了那个前金的菜市场，到了那个市议会，到爱河边，每天我回来就要赶快回来，干嘛？推着婴儿的车呢，推他们这样去玩。是我到巴拉圭为什么会1、2个月就回来？一如天天这边哭。想妈妈，想爸爸，觉得对不起爸爸，对不起妈妈。我们在那一期，我今生我很后悔做的事情，有提到这一点，让父母心疼、想念孩子，这一点呢非常的残忍。那孩子去，我在巴拉圭天天哭，想念孩子哭，真的。那他是想念他的爸爸妈妈，所以我们2个可以以泪呢面对面了，真的那时候好惨。在感情方面呢，我们在录的时候，我常常会掉眼泪，因为我比较属于感性的人可以这样讲呢。那么经济的问题已经稍微有改善了，就是不愁吃穿了，可是精神苦闷。刚刚讲的就是我疼爱小孩，那个见不到的关系。那时候打那个越洋电话很贵，那个电话打起来5、6千块，7、8千块，一笔大负担。没错，那时候还没有手机。就是这样子。那么呢，因为精神有点苦闷，可是我那时候照样做的工作就是，我从大学毕业以后，我都在每个大专院校里面呢当指导老师，佛学社指导老师。对，去不算那个指导老师，就是去那边上课。不算指导老师，没有正式的名义说我当你的指导老师，没有。那么就是因为去的学校太多了，我最远就是去到台北那偶尔去一下。那么呢，到了台中。我自己啦，设定那是我的教化的范围了，就这样的。是就是呢东跑西跑，因为这是我喜爱的工作。我去跟那些小孩子这个跟他们上课，就像我以前在富华中学，我呢遇到课文的时候，我就只要跟佛有关的，譬如说《赤壁赋》，苏东坡的《赤壁赋》，它跟佛教有关，对不对？我就讲了。那么呢，念奴娇念奴娇就是苏东坡了，他在讲这个赤壁之战了这些小的经过，讲到人生的无常了，讲到他跟他太太，你想念他的前妻了，多情应笑我，早生法了。
类似像这种我都会呢借机借题发挥，去讲了很多佛教的这样的故事这样子。那么还好以前的富华中学的校长呢，他呢答应我呢在课堂上可以适当的不要太嚣张来弘扬佛法是那么这样子呢，我呢到各个学校去教书去教佛法，去上课上佛教的课。结果呢有很多学校都希望请我去当那个指导老师佛学，但我一个人分身乏术，对不对？我没有办法每一个都答应。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如果能够在家里成立一个园地，那不是很好吗？一如100%赞成。他还分析给我听，我们在家里成立一个园地，小孩子就会来，对不对？那我说那如果他们要来，他们都没有车怎么办？那时候摩托车也算奢侈他说我可以去载，那时候我们已经开车，他说他愿意去载然后那吃饭呢，他说他愿意煮给他们吃那这什么样东西都好了，只欠东风，欠什么？正式成立菩提园向内政部来登记，就差这样的一个临门的一脚了，可以这样讲了。后来就真正在文化中心那边成立了菩提园刚开张生意就很好，因为就在文化中心，就是高雄师范大学旁边那加上呢临近又有高雄工专国际商专有没有？那么再远一点有中山大学啦对，很多学校，很多学生呢，大家呢听到这些事情口耳相传结果呢好多人每天的都将近100人来我们那个菩提园，弄到最后呢，不就被那管理委员会呢下逐客令吗？他说你们这样搞下去了还得了？每天上百人，对不对？那么呢，这一年到头呢，这几千人这么多人但后来我就补贴他们的电梯，因为我在12楼，补贴一直到最后那栋大楼呢有那个绑匪。是到地下因为我们那栋大楼住了好多医生，是高雄，那么呢就用那个黑布袋呢套医生的头，对，还给他敲诈50万。因为这样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只好呢搬家了，这个地方不安全的，搬到菩提园去，搬到那个澄清湖大背湖去。我们第2个家就在那里了。所以在那个时候，一如他本来没有煮过饭的。他在家里没有煮过饭呢是对，他妈妈不让他们这女儿呢煮饭对，因为这厨房可能以前我们的厨房都很小小孩子只会从小只会去偷吃了哪会就帮什么上的忙对不对？所以呢他因为这样的关系，他从零就开始学。今天不大家都称赞说煮得好好吃，没错，有没有？大家都晓得了，我们这菩提园大家比较爱义乳他们呢对我呢比较没有那么喜欢，为什么？因为义乳煮饭又去接送他们，对不对？所以呢跟他呢比较亲近，因为他控制他们的肚皮真的，他煮的真的红烧豆腐啦、梅子豆腐啦、什么破鸡他会煮了好多的料理，他可以一次办那个12道菜的，真的厉害。老师，所以那个时候同学来菩提园请老师上课，然后玉如姐都是负责煮饭给他们吃，煮菜这样。对，所有的学生来到我们那里，第一句话玉如一定问说：“你吃饱没？”阿伯马上就煮给，甚至他们还没有到的时候，就先打电话啦：“玉如姐，我还没有吃饭。”没有问题。曾经来过200个。200个玉如也有办法把他们摆平。老师，你知道玉如姐是怎么生出来的吗？这些它是很简单，就是譬如说有10桌，每一桌就是呢派一个帮忙的来端菜因为这样端那帮忙呢把它洗菜好，他一直噔噔噔噔，一桌一桌的摆平。我们有10个桌子给学生，一次可以100个人吃饭。200个人就是轮第2批就把它弄完了这么厉害，到最后呢还翻桌就是有些台北下来新竹下来的，他呢希望在我们那边过1夜，后来我们也就开放了，曾经有200个人住在我那里，那个澄清湖那边的对，都是免费提供他们对，我们有棉被垫被200条，棉被200条，枕头200个，
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921大地震的时候，我们才把它全部把它乐捐了。因为那时候学生少了，我们等于菩提园我向内政部等于结束了。等于结束我们这样的一个社团呢，因为没有学生呢，这个原因很简单，因为各个佛寺，佛光山呐、法鼓山呐、慈济的，他们呢各自成立，在大学成立社团，所以普通的佛学社团就招不到学生啦，就因为结束了，对，了解。所以那个菩提园，大家现在认为说，哎呦，林老师你好好哦，你功德无量，才没有这么一回事。我是因为寂寞，想念孩子，对不对？刚好那时候那些孩子跟我的孩子呢，大概年龄差不多，是都差不多所以他们来的时候呢，安慰了我的心。他们陪我喝茶，陪我在我们家那附近那边，大家这边遛狗散步，有没有？一起来谈佛法，唱我所做的佛曲。因为不唱我做的歌吃的菜会比较差一点。如果认真唱，对不对？唱得好，对不对？那我就叫义说加菜就这样子。是，就连我们现在节目的老板也是当初菩提园的学生。他是第一届菩提园成立的时候他就参加了。是，真的很不容易，真的。他是从头到底他都参加。菩提园结束以后，他呢换他回馈，他成立了我们菩提马瓜，请我来当他的员工。真的，我来替他呢，换我来回馈了。不敢，怎么可能把老师当员工呢？真的。好。询问儒家归何处？既安径路不行路。老师，那你什么时候是有跟玉如姐再婚的呢 ？OK， 我就是那时候我的前妻跟义祖跟我，我们3个人见面的时候，那时候有达成一个协议，就是希望孩子完成了学业以后，我们才再结婚。为什么你有这个协议？因为就是站在小孩子，怕他们好像虽然他们是赞成说爸爸妈妈离婚，但是他们以后就很多的资料，就是会谈到爸爸妈妈怎么样就是怕小孩子比较没有面子所以我们的当初大家呢都是心平气和的，就希望孩子都长大了，他们呢学业完成了，我们才办结婚。所以你知道吗？我跟义如结婚的时候，我是55岁。年纪老新郎。那义如呢？他呢是43岁。哇！他43岁嫁给我。真的。那个时候学生是已经有菩提园了吗？对。那时候学生已经知道了已经公布了。我们要结婚以前就全部都公布了是跟学生所有的公布，所有的学生几百个人都回来参加。我席开几十桌都是学生来帮忙呢。义如这个老新娘整理头发，还得给她呢把她那个白色的，因为我当初有跟义如这样讲，你没有嫁给你爸爸给你安排的那个男孩子，但是我答应他，有一天我一定会让你披上白纱。因为我那时候我跟我前妻已经有这样的一种共识，就是我找到我好的，他愿意让贤他做到了，而我也做到了，我非常感谢他的成全，我才能够不会食言，我对义如所许的诺言，在我55岁他43岁的时候能够美梦成真。那老师你当下会再婚第2次是有什么感觉吗？这是我的福报福报真的世间上的人有时候连1次都没有办法但是我呢这是半开玩笑了。我呢希望呢电视机的所有的朋友们听众所有都有听，都能够呢幸福的过一生，不要像我，对不对？真的这一辈子在婚姻的路上呢真的是非常大的波折，现在讲起来好像谈笑风生，对不对？其实这里面呢多少眼泪，有多少的叹息，多少的惭愧，多少的痛苦，这呢不足为外人道，这样子。
哦，哇，所以中间这几十年，就老师你离婚，然后跟玉如姐在一起的这几十年，都没有一个算是名分。对，这样讲这是对玉如比较不好意思的。哦，当然我这些学生还好，几乎100%所有来过我们园地的学生，他听到我跟玉如的事情以后，我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说呢来 complain 的，哦是来骂我的，或是呢觉得呢跟我绝交的。可能玉如对他们太好了，是，玉如在这些学生们在念书的那个时候，他给予他们的不只是给他们吃，给他们呢这个载运送，给他们喝的，而且给他们很多的鼓励跟安慰。这里面有姐姐的，现在很多人都叫她玉如姐，就这样来的，没错啊，她呢不只是姐姐的，还有给他们呢像晚一点的孩子，他的相处的就是的年纪差的比较大，还有一点的是母爱的。哦，是，我在想，我们节目的主持人曹淑玲，在有一次我们埔里园师生的聚会中间的时候，那时候好多人呢，300人的时候，他起来的时候就讲了底下的这些话。他说呢，玉如跟我没有小孩，因为那时候玉如一直希望有小孩，但是我跟他劝告，我说我有2个小孩，我在台湾我是念文科，我要负责培养我2个小孩，在美国我非常的吃力。是，如果我们再有小孩的话，就我怕我们会呢喘不过气来，我希望他忍耐一点。他最后被我说动了，哇哦，被我说动了，这点我这辈子对他非常的歉疚，真的。那么呢，曹淑玲他讲的话是这样，他说玉如姐虽然没有孩子，可是我们埔里园上千的人，几千的小孩了，大家都来这边吃，是哪一个没有吃过他煮的饭？哪一个人没有受到他呢就充满了温柔的这样的一种照顾呢？所以我们这样讲，玉如姐虽然没有小孩，可是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可以算是他的孩子。他讲这句话的时候非常感动的非常感动的。真的。那么呢，我到晚年的时候不止一次了，我跟玉如这样说，我说我的同学啦，他们呢快走的时候，都跟着他的孩子们这样讲，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妈妈，爸爸不在了，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他。可是我呢，因为他比我小12岁，我们都是猴子，我是老高了他是小猴子。我要走的时候，我们没有小孩，我没有办法对我们的孩子这样的叮咛吩咐，说你们要好好的照顾你的妈妈。这点是我一生呢最大的愧疚跟遗憾。这时候玉如会安慰我，在我的回忆录里面有提到这一段，他说呢，请我放心啊，他呢这几十年听我的，或是听很多的师父、很多大德居士他们讲经说法，他深深的了解到所谓的人生的无常，他知道呢诸行的这样的无常，诸法的无我，他呢能够了然于心，而且慢慢的怎么样子越来越自在，那么越来呢能够放得下了。那我们来讲回一点比较轻松的好了。那玉如姐也帮老师一起创办菩提园很久了嘛，也听老师很多上课的讲佛法的内容。那玉如姐有没有自己讲过佛法的？OK， 玉如呢，她算是如果以世间来讲呢哈，她不是很具有那种世智辩聪呢，世智辩就是世俗的聪明呢，她是比较木讷的人，她不爱说话，她静静的，所以她的美你要慢慢的去发掘，你从表面上去看。你看不出来真的，这一点我呢深深，我看她几十年，现在晚年了，我看她越看越漂亮。真的，我年轻看的时候还没有那样子的迷人，我现在看她的眼睛呢，就是这种迷离的眼睛呢，会
会就是对我来讲有催眠的作用。什么意思？这是好话吗？我到晚年的时候突然间发现了。OK， 好但主要是回到我们的主题。对，他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口才也不行，是在菩提园成立的这几十年中间，他没有一次他不敢呢对学生们说法。可是到呢最近这几年的时候，有人呢就是呢怎么样子说，那现在也请呢这个一如姐也上台说几句话。他真的敢上台去说话。是哦，他还没有说以前，我呢心跳得很厉害。为什么？我怕他一讲起来就闹鬼啊。好，被他担心了。对，可几次下来我越来越对他有信心了。我发现呢，他这样长久的这样的熏陶，长长的学习，他越来呢怎么样子也有心得了。他对佛他是很投入的，他每天呢都要手抄佛经。是哦，他每天早上起来5点钟他起来念经，念佛。所以呢他是有在用功的，他不像我一样没有什么修持，我只靠这张嘴，有时候只靠我这支笔这样子。那玉如姐上台讲了什么内容？现在当然了，没有什么高深的道理，可是他讲的另外有非常温柔的佛法，非常良善的佛法，让人家听了非常感动的那种呢语文。就是别人也学不来的，我也没办法学得到的。是。好，那就再讲回一点比较生活化的部分，就感觉出来就是玉如姐个性很好，然后处处都让着老师这样子。那老师就是个性比较张扬一点。那老师你们有没有夫妻间吵过最凶的一次架呢？吵过一次架，是之前都没有吵架，然后就是因为他天天在那边哭，想念妈妈。那么呢想念爸爸，所以我都这样子。我说那你是不喜欢我了吗？如果喜欢我的话，古人不讲过这嫁鸡要随鸡吗？那天天这样的话何时了呢？这是在巴拉圭的时候吗？从回到台湾的时候，回到台湾的时候，那时候他在哭我也在哭，所以大家摆平了。不会吵架。我回来的时候我看他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有点火。居然我就伸一只手把他打了一个耳光。哇，老师暴力。我以前会打人的。老师很暴力。因为我是跟我爸爸学的，跟我阿公跟我舅舅。因为日本时代就是男人不打老婆那还算男人吗？汤那时候一如他吓了一跳。他说你会打人吗？这样讲。他那时候呢非常正经八百的跟我讲，他说他说女人结婚了就希望得到丈夫的疼爱了，如果要想去那边来挨揍挨打，那何必要结婚呢？他用闽南话讲的。这些话让我一生里面呢记了这么一辈子。他后来又给我抛下一句狠话，他说呢这次我呢不跟你计较，因为你是我的老师。对，他说如果你下次再动手打我，我就离家，我永远不再回来了。也是我因为那样的关系，我深挚的忏悔，我改头换面了，真的。所以呢我在想呢，他呢对我来讲，虽然我是他的老师，可是我这一辈子从他的身上学到的实在是太多了。真的。我到晚年的时候常想，我这辈子如果没有义乳的话，我活不到83岁。真的早就死掉了，可以这样讲。早就死掉。OK， 好。玉如姐虽然人很好，但是也是有底线的。像比如说我以前我还喜欢喝一点啤酒，有点自暴自弃。那因为他们去美国了，他把我抛在这里，就有想起来有点无助。是。我在补习班的老师喜欢喝酒，他们也喜欢打麻将，所以我就学会了。义乳这些都是义乳帮我戒掉的。怎么戒？喝酒？他就说你做一个讲经说法的人，如果人家知道你打麻将，谁会听你讲经？如果你喝酒，谁会听你在讲经？这些话都是暮鼓晨钟的。真的。我觉得呢他呢是个警钟不用威吓的，对不对？但是在这中间里面呢，以那种特有的母性的温柔了。没错没错。那这样讲的话呢，使我呢再慢慢的去想，可能我妈有交代他，你要好好的来度化我的那个呢不孝子，也不一定呢。
我妈对他很好，我妈的第一个徒弟，今生的第一个徒弟就是义儒。哦，对，老师的母亲出家了，后面出家了，对，他后来出家了。然后在这里我提到义儒，因为他跟我结婚，所以跟我的前岳母，我来讲这小段。我前岳母比较不谅解，因为我跟他的女儿结婚，离婚了，他有点不谅解，所以当刚开始见面的时候，他常常对于义儒来讲有一点冷嘲热讽啊。他讲什么？酸言酸语。比如说呢，就躲人家的老公是不太好的，会有因果的，类似像这种，这些听在义儒的耳朵里面，那是多沉重的打击。是。可是因为我这个前岳母，她一个人在台湾，她2个女儿在美国，没有人回来，所以到80多岁的时候，她一个人住在凤山。到最后的义儒每个礼拜去，有时候帮她买菜，有时候呢帮她办点事，有时候替她呢稍微打扫一下。到了红刷的这个妈，我都称她叫红刷妈，我的前岳母90岁的时候，我们把她呢接来我们的屏东原地给他照顾，他一直在我这个地方到99岁才走。因为那个时候晚年的时候，我这个前岳母忧心忡忡的这样说，他说我老了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跟他讲，义儒跟他说的，说你不要害怕，你在我们那边只不过是多了一双筷子，对不对？你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对不对？你呢不要愁你的吃跟穿，你看病，义儒跟他讲，我带你去看病，他真的做到了，照顾到他99岁。红三妈呢，他后来呢对义儒这样说了，他说你对我这么好，你的心地那么样的善良，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请你来当我的女儿？那么义儒呢，他呢没有经过半点的思索，他就答应了。那么呢，他甚至于跟红双妈呢这样讲，我的前岳母说呢，将来呢你100年，对不对？就是你走了以后，我跟市民都会呢披麻戴孝来为你送行，所以你就安心，你呢不要担心。所以后来凤山妈就老师的前岳母就真的称玉如姐是女儿，这样吗？是。我们也就是实践了我们的诺言，我呢当女婿。那么呢，义儒呢当他的女儿。好。我妈88岁的时候，弘法师呢认为说她老了，不适合住在佛寺了，所以我们把她接回到屏东我这个地方来。同样的，义儒照顾我老妈，照顾她96岁，前岳母99岁，我妈96岁，她自己的妈妈也是85岁的时候，她把她呢接到这里来住。这是我的后岳母，对，现在的岳母一直到她93岁的时候，她走了。义儒对妈妈的孝顺，我自叹不如啊。他自己觉得说呢，对不起妈妈，因为他当年跟我一起到巴拉圭，所以他呢也本来就弑母非常的孝顺了。他呢因为这样的关系，天天陪着母亲散步，在我这个园地里面。那么呢，每年的这个端午节都是陪着妈妈包粽子，包粽子让她去回味啊。那么呢，还要讲那些笑话来逗她老妈。是这点我真的自叹不如。所以我觉得3个老人，我的妈妈，她自己的妈妈，还有我的前岳母，他们这些老人能够有义儒去照顾她。真的是前生修来的福气啊！是。那义儒跟我讲，你也不要羡慕他们。他说呢，他跟我讲的，他说我现在他妈妈呢走了以后，他说他要好好的照顾我了。那我感到非常的感动，但是呢，我还有一点忧心，我怕说我要走了以后，他会不会再去嫁给别人？对不对？所以呢，我有点担心，所以我就曾经这样问他，他说我走了以后，你会再去嫁给别人吗？他说会啊。他跟我讲，他说呢，他要娶我的那个人，让我嫁给他的那个男生，他一定要呢跟你，他就说我了，跟你一样的怎么样子？我有时候跟我一样的伟大。
或是杰出，不是。他说那个男生要跟我一样的愚痴，你知道吗？愚痴一样的贪嗔痴，一样的倔强，你知道吗？一样的呢不讲理。如果天底下有这样的人，我就嫁给他，是来挖苦我的。他认为说我呢愚蠢啊，就是那种呢佛教讲的三毒呢，贪嗔痴啊，我大概什么都包了。是我所有接触过的学生，我们这普田学生，所有我大学高中的同学，没有一个不称赞他的，他都认为这是我的福气。我起初还不太相信，为什么不相信？我起初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以前认为说我一生都受到我妈的照顾，我妈对我太好了，甚至让义如姐的说呢，我是妈宝。是真的，所以我一生呢认为说受到妈妈的照顾太多，应该的。像我现在还受到我女儿的照顾，还要给我钱啊，还要给我怎么样的安慰我啦，有时候要写赖怎么样子了。我一生算是怎么样子，算是呢比较懦弱吧。懦弱啊，真的都受到很多的，受到像母亲一样的照顾的人，真的，我这一点。我自己呢也很感恩，真的是，老师，那个你的3个母亲跟前岳母跟后岳母都是玉如姐有用心照顾吗？老师你在哪里？你在做什么？老师你有自己跟着照顾吧？这讲起来就惭愧了。像我妈她希望我活得比她长久，所以我呢没有去，是不是说帮她擦拭啊，或者帮她怎么样呢？我只是在我妈的面前晃一晃。让我妈知道她的儿子还活着，我认为这样我就很孝顺了。所以老师你自己也觉得自己惭愧啊，真的，我就是因为我妈，她唯一的希望说呢，我活得比她长，她要比我先走，她就是告诫我绝对不能比她先走，所以我呢就是呢吃饱睡足，那么在她面前晃一下啊，这样我就认为说我已经尽到孝道了。OK 而且呢，义如呢，在世人的眼中呢，她呢不是很聪明的女孩子，不会啦，她也不是很这个漂亮的人。如果说真的，不是我意思讲，不是高标的啦，那么我也不能讲说她长得丑太笨，那不是我的眼光太差了吗？这我也不能讲，对不对？我去菩提园的学生都说玉如姐很好，很漂亮啊。因为我看得上眼的人一定不会太差，只能这样赶快再转过来一下。到底是包还是扁？好。不过他呢，展现的比如说在插花上，他呢，会种树，他种了很多的玫瑰，他种了很多的果树，这一点呢，他很厉害。他照顾狗狗，我们家的3只狗都以他做母亲。都以他当老大，你懂不？就是呢，同样讲说，来，3只狗都跑到他的面前蹲下来，没有一只狗会跑到我这儿来。可见呢，他也得到那些狗狗的宠爱。那对狗真的那他到台北到那里都抱着他的爱犬，真的没有话讲了。那么义如对这些狗狗呢的照顾，我这边还可以再举一个小例。我记得每一年的冬天呢，他都会呢去找一些我们比较就是穿的比较老旧的一点的那种呢衣服，那么呢就去剪裁。因为我们那时候有3只狗，所以呢他呢就会分别为这3只狗呢去给它比如做一个兜兜，甚至有时候做一个帽子那有时候呢做一件大衣，就是披在那个狗的身上，狗的衣服。我看了很感动。不过唯一比较觉得难过的是他只为狗做了3件衣服，他没有为我做半件这一点是比较呢这个美中不足的地方他喜欢做那个饼干，做那个呢他自己的蛋糕，有没有？在这个我们左右的邻居呢都算有名的。他做那个大饼是大饼，在台湾呢就是大家有婚嫁的时候都用那个大饼。他也喜欢做那些古式的这些蛋饼，他很喜欢做这些东西。他除了会做这个饼干大饼以外啊，因为呢我们家里他有种了很多果树啊，所以呢每一年的时候呢，像那个橄榄呢出产的时候，他就会亲手
来酿造那种叫所谓的酵素酵素因为佛教徒他不喝酒了，所以他就做那个酵素，还做那个蜜饯。他不晓得去跟谁去讨教的，做起来呢学生呢有的从台北从花莲过来他都会呢拿出来给大家品尝，每一个人呢就是都很夸赞。就认为说哎呀手艺真棒是玉如姐的手艺真的是很厉害。那么我觉得他不错。你知道我为什么做了那么快100首的歌吗？因为我每一次在那边当当当的时候，他都会很温柔的站在我钢琴的旁边，装着好像很喜欢听的样子，觉得很感动的样子。我做成的每一首歌他都说好好听哦，好感人哦所以每次开车我们出去外面的时候，他都一定讲说放你的歌来听吧。他有没有认真听我不晓得，但是他一定是装着非常认真在听这给我莫大的鼓励。而且他讲因为我做每一首歌都要大概7000块了，请人家唱歌，请人家编曲，对不对？那么呢他说呢叫我不要担心，他说这些呢由我来帮你付我听到好高兴。你知道吗？100首100首了，一首如果是7000的话，你知道多少钱吗？70万他付了他的养老金，已经付了这么多钱了。所以在默默之间呢，连我做歌他都来鼓励我。是在我呢想念孩子哭泣的时候，他都会默默的递一个卫生纸来让我呢擦眼泪。我想呢夫妻之间的默契了，有时候我要讲什么话，他跟我讲什么话，天天都会怎么样撞。什么叫撞？他要讲的话跟我要讲的话刚好相同，同样的那句话几百句上千句真的就有想起来的话真的是不可思议。老师，那你做的这么多佛曲里面，我记得有很多是做给玉如姐的歌吗？是其中呢有4首。那么呢譬如说我最喜欢的叫思念你思念如因为一如那个如呢在台湾话叫做你我跟你那个你啦那他的童年的乳名叫做利所以我就思念你就想念他是原来有。那么其他还有所谓的寄乳寄给他了，因为有些话也有时候不好意思跟他讲，太肉麻了所以我就透过我现在的歌词，他现在还有2首他还没有听过还有2首对。那么譬如说有一首就是说呢今后的余生呢，这个意思是讲说从今以后啦，要这样讲才对，那个歌名还没有定呢。就是说我呢仔细回忆起来，我今生对他还不够好真的是。那么呢我呢现在83岁了，今后呢要好好的对他再更温柔一点 OK 对不对？好甚至于说呢可以牵着他的手在我们这个园地里面散步念佛像这种歌词我现在在酝酿，当然也不要写出来让人这学生骂说老师你那么老了还写那种年轻人的怎么样子这跟年纪没有关系吧对因为我认为说如果有些话我应该，因为台湾的男生无论是爸爸也好是丈夫也有时候不擅长表达感情对不太就是有时候觉得有点丢脸，好像有损男人的气概是。所以我是想最后留着歌我还没有讲完的话，透过那个歌曲可以讲得出来可以讲出来，是平常讲不出口的话借由歌曲来说好那么我常想呢，不是我的前妻不好，我很喜欢她，真的她也很温柔，但是她跟我的个性不合所以呢这一点我对她也有愧疚。所以他们每一年这几十年来，每一次到回台湾，我在他们去美国时，我每一年去美国我都有呢带他们出去玩，所以呢都是尽量能够弥补了，不能够弥补了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一个人做一个凡夫能够弥补的，我尽量我的能力来做我跟2个小孩讲，爸爸改天走了，你们也不要回来，因为爸爸捐献了遗体啦。而且我也感谢他们，我到慈济去捐献大体的时候，2个小孩都非常高兴的帮我签名盖章，一如也这样，他们成全我的
一种愿望这样子。嗯，我记得在我女儿怀琴呢，她结婚的这个喜宴上呢，当爸爸的上台讲话，我是这样说的，我说呢，怀琴应该这一生要感谢2个女人啊，也是2个妈妈了，一个就是她的亲生的母亲了，另外一个就是义乳了。为什么呢？因为没有义乳，她的这样的没有私心，这样子的豁达，能够来支援他们读书，一直呢读大学，一直读到博士。没有他当爸爸的我，没有能力栽培他们受这么好的教育，这是我衷心的感激那么义乳的一个地方。我认为孩子们也应该要谨记不忘才是。最后结论了，我这辈子能够跟义乳呢，从他17岁我教他国文，一直到今年他71岁，17刚好颠倒过来，他今年71岁。这中间呢是5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我跟他呢，可以说呢，不用吵架，不用呢这个每天呢这么呢非常的吵得不愉快，都没有这些事，天天呢能够怎么样学佛过生活。我们晚年的时候，我们有一期呢怎么样有早晚课，不过他的早上比我早，因为我睡得比较晚，他5点钟起来念佛念经，他的念佛比我虔诚。但是我有跟他讲这佛教的简单的道理，他已经听我的，他大概都搞懂了，他对佛法有信心，因为他13岁就吃素，所以呢在这一方面我跟他呢一样，我也跟他讲，如果生命有下一世，我希望再跟他呢做好夫妻，一起来修行，一起来为佛教来奉献一点心力。你知道我们菩提园包括现在的没有义乳的话根本开不起来。郭刚老师的太太淑珍，她生前常常这样讲，什么菩提园，什么菩提园，葡萄园菩提园，哪不义乳什么园都不像了。因为没有他去载学生，没有他呢煮菜，没有他呢来泡茶给大家喝，我呢一向是被人家侍奉惯了，这就是懒惰的人可以这样讲了。那么呢我非常感激他，不但是呢做我的配偶，能够跟我相依相偎的过这一辈子，在学佛的路上他真的是我非常好的道理，没有他我的菩提的道业不会有成就。真的跟他在一起，我呢完全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当我生病的时候，我最后要临命终的时候，义乳一定会在我的旁边，他会握着我的手，那么轻轻在我的耳朵呼唤的我的名字，说呢我呢永远陪伴着你，我们在西方，在弥陀的旁边再见面，再续前缘。那么呢我们这一集呢这个录到快最后的时候，因为中间有稍微暂停一下，义乳呢他就给我呢招招手，我还以为说呢有什么好事儿要告诉我，结果他是呢有一点小的严肃了。他跟我讲，他说我知道你这一集呢在谈到我，他就讲的说呢，你不要把我讲得太坏哦。他笑了也不能把我讲得太好我说不会，我们佛教徒不妄语，不能讲那种呢不真实的话了所以我呢会真正的这样讲。那么他呢又叮咛了我一句，他说我们呢这一生呢，为了我们2个人呢，所谓的幸福也罢，快乐也好啦，我们毕竟呢伤害了不少的人，我们所爱的佛教也因为我们的关系也曾经呢多少受到了影响，所以他叮咛交代，在这一个视频里面一定要抱着那种呢有点忏悔的心，那么呢就是不能说呢我们快乐，那别人呢这有一点呢抱憾，这样就不好。那么在这里呢我听了他的话以后，我心里也有所感。那么最后呢我这样想了，我从17岁到义乳17岁到今天他的71岁了，我呢试着要想把
他过去呢跟我相处这50多年了，这中间的点点滴滴呢，中间的很多的那些呢影像呢，我希望呢从那个模糊中间去把它慢慢的拼凑，让它更清楚的一如今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呢慢慢的拼凑，慢慢的拼凑，竟然真的模糊，从模糊中间呢慢慢的清晰起来。原来呢，这样的一个影像，就是我家里佛堂上那一尊善良、庄严，而且呢沉默寡言的那尊观世音的。这是我呢说自己内心真心的话语。那么呢，我也祝福天下的有情人终成眷属，都不必像林老师一样，要经过了某些的挫折，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目的。我也希望天下的这样的夫妻们都能够本着佛法的慈悲包容，那么能够呢真正的呢相依相偎，不离不弃。祝福大家。感恩今天说了太多了，真的真的是非常的感激，也算是感谢李老师这么坦诚的，从那个谢谢，我是充满的感伤，也充满了感谢，然后充满了这个呢非常的喜悦，来呢做这样的一个视频。好，感恩，谢谢，感谢这个玉如姐还有这个林老师这么坦诚的，谢谢你讲了这么多，谢谢大家。那也是见证了这个老师他们那个年代的这个爱情，然后就一路走过来这样。谢谢，好，那我们下期再见，好，拜拜。想当初，凡尘有缘，茫茫人海初相遇。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从菩提园成立的第一天就到菩提园报道的曹玲觉得自己相当的 lucky， 怎么会有这么棒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我不是一个很懂事的人，所以呢直到我年纪比较大之后，我才觉得我为什么会把很多事情视为理所当然。因为在菩提园里面呢，就是肚子饿了有东西可以吃，理所当然。然后谈禅论佛，请教老师问题的时候，有各式的茶点可以泡茶。然后呢，好像也不用我们做什么，混太晚了，跟同学聊天聊得太晚了，可以睡在菩提园。然后出社会之后呢，上班下班，然后下班之后忽然之间跟男朋友快分手了，打电话给玉如姐，玉如姐就是这样，你过来，你来菩提园。那我就搭火车到菩提园，玉如姐就来接我这样子。那我直到就是40-50岁有一次我家里接待几位客人，那客人走之后我快累瘫了，我忽然想到，天啊，那这几十年来林老师跟玉如姐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尤其是玉如姐呢我不知道对各位怎么样，但是玉如姐从来没有对我说过不，曹玲你不要来曹玲你怎么样，曹玲你还帮我什么忙，从来没有。她就是自己来，自己张罗，然后呢我们看我们自己去找点工作做，跟玉如姐说有什么需要我帮忙，大部分玉如姐都说不用很简单比如说我很喜欢吃春卷，然后玉如姐就说曹玲你哪时候来菩提园我们来吃春卷。我说那不是很麻烦吗？玉如姐不会很简单对我来说当然很麻烦了但是就玉如姐来说，她在做这些事情，她就是觉得很简单很轻松，不会给我们心里的任何负荷。那我也就顺理成章的在菩提园真的是混到现在。老师跟玉如姐在情感的这一段呢，其实在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是还是学生后来出社会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一点疙瘩但是我总是觉得那是人家的事情，也不是很好去关注或什么，反正老师跟玉如姐对我们很好就好了。那后来呢，自己经历了非常多的谈恋爱、失恋、结婚离婚，各种情感上的变化之后，我都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私人的事，不是两个好人在一起就会过得幸福那所以对玉如姐跟老师的这一段呢，我内心是充满着尊重，因为我觉得在情感的世界里面，对每个人来说都不是那么的简单。即使我们修佛我还学关系但是我都觉得这真的不是那么的容易那我们也都在这里面学习那我还是对老师跟玉如姐充满了感激感恩。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你
走找寻线世界来作伙，思念你啊，轻轻叫着你的名，思念你啊，点点想起你的影，轻轻叫你名，点点想你啊，规年冬天拢无放袂记，轻轻叫你名，点点想你啊，早头暗暝拢藏心肝底，一定带牵无论轮回出是啥所在，爱情万劫，不管世事世界几世代，思念你啊，轻轻叫着你的名，思念你啊，点点想起你的影，轻轻叫你名，点点想你啊，规年冬天拢无放袂记，轻轻叫你名，点点想你啊，早头暗暝拢藏心肝底。轮回无了时，世事无地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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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天自三不相，通一摆痴情。你我做伙斗阵来翱翔，你我做伙斗阵来收回。思念你啊，轻轻叫着你的名，思念你啊，点点想起你的影，思念你啊，你我做伙斗阵同行菩萨道，思念你啊，你我做伙斗阵同日解脱。